嘿，今天玩玩具了吗？人机一体，但是驾驶是坐着，然后用脑波来使出飞踢的跨时代设计。本集来看看由万代出品的 SMP 豆浆戴摩斯战斗回合套组。登场于作品《豆浆戴摩斯》，叙述人类跟外星人的和平会议上，外星人的皇帝突然遭到暗杀啦。遭此事便使得两族之间的关系急速恶化，最终演变成全面的战争。然后主角也就因此被卷入其中了，但又在命运的牵引之下，好死不死跟外星皇帝的女儿相爱了。两人就陷入这爱情与两族之间的拉扯之中，堪比外星与机人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。最近的 SMP 外盒都有刻意致敬老玩具风格哦，这点我个人是相当喜欢啦，值得拍拍手。拖车形态，豆浆戴摩斯的移动形态，一条长长的货柜拖车。设计的方针是以在外星上行进的探测车为主，所以跟一般看到的拖车会不太一样，比较有科技感啦。但因为原作是1978年的作品啦，所以以现在来看会更多的古朴风。长长的货柜上面有着相当不错的刻线还有造型，能够升个墨线的话，应该会提升不少质感。底下的轮子很多哦，而且全部都可以滚动，喜欢撸车车的朋友可以撸得很爽。车头可以稍微摆动。但意识到连接点其实就是机器人的脖子，感觉转车头就好像是机器人在晃脑袋，好像有一点可爱。造型先决的大车头是战斗回合套组所附属的，原本的可变车头尺寸并不大，但有点可惜，大车头并没有变形机构啦，不然会直接变成机器人大战风格哦。战斗回合套组附属了一台小车车 75S。原作主角会先跳进这台小车车，然后再开进卡车内，进到机器人的驾驶舱，很没有效率，但是小时候看很帅啦。另外有一个小支架可以互动哦，而卡车的本体也有搭载机构，车尾的小门打开之后就可以把小车车装进去，而且不会掉哦。变形机构战斗回合套组，先把大车头给拔掉，换成小车头，然后把车子的前段整个拉开。外盖左右打开，上盖给折进去，整个背包翻开来摆着。货柜后段拉开，外盖整个翻开来，双手臂也拉出来，后方的腰间盖板翻出来盖好，背包转轴往下调整之后，然后固定在背部。货柜的外盖合并结合，手拿在小腿底的手手拿出来装在手腕上，肩膀盖板整个下压到定位，手臂拉开。双脚分离，脚底的小车车车长收起来，另一只脚掌的盖板拉出来，尾翼的盖板翻起来，后轮上推至小腿的后方，外盖转向之后折进去，然后再扣回小腿，最后脸部的外盖翻开就完成啦。另外，战斗回合套组有多附属一块背包的造型替换件，原本可变的背包很大一块啦，替换之后可以更加的还原外形哦。豆浆戴摩斯原本是用于外宇宙探测的拖车，却可以变形成人形的战斗机器人，驱动的能源跟材质都是在外宇宙所找到的未知元素。驾驶的方式是用脑波控制哦，连接驾驶可以与它的上半身动作联动。但因为下半身是坐在椅子上啦，所以要使出飞踢的话，就只能用想象的。另外，因为系统是直接与驾驶连接，因此遭受攻击的时候也会有回馈在驾驶的身上，被打会痛。戴摩斯身上没有太多的突出物，但头顶高大约有18公分，完全塑胶组装模型啦，我们不要量体重了。对照原设定，毕竟原作的时代有一点久了，当时动画跟原设定的呈现落差都会比较重。而本款的风格也没有太接近原设定，整体的比例调性也会比较接近现在的审美哦。不过本款身上并没有太多的刻线来强调细节，因此仍然保留了较为单纯简单的外形。外形呈现上的平衡抓的确实是不错哦，本体90%的分色都是用零件来达成，只有部分的位置是用贴纸，脸部的眼睛则是预先涂装。另外，战斗回合套组有多附了一个贴纸哦，用来还原古早玩具的腹部都会有作品名称的印刷。不过我个人没有很爱啦，所以我就不使用它，把它收好。颈部周围没有任何的外形妨碍，因此转动无碍。根部的球形关节也会有不错的角度调整，可是那个抬头就会整个大露馅。身体的水平转动没有外形的妨碍，直接转圈圈没有问题。腰部的变形机构可以拉开，
有前倾关节，而且幅度不错，可是后面的断层就相对比较严重了。手臂的转动也没有妨碍，根部有向前的关节，肩膀抬举有2个关节，所以范围相当的大。上臂可以转动，手臂弯曲幅度优异。本体有附属2个替换的手收，而战斗回合套组有再多附2对替换手收。3面裙甲都可以翻开，髋关节可以些微下拉，直接用髋关节，大腿前抬举会接近90度。大腿的上端有多一个关节，可以让大腿前抬举在前裙甲不翻开的状态下，也能达到90度。髋关节配合此关节就能够轻易超过90度啦。水平抬举没有太多妨碍，所以范围不错。大腿可以转动。膝盖弯曲可以小腿贴大腿，但那个后轮会稍微被推到。恢复动作的时候记得要推回去。脚掌可以转动，脚踝关节可以拉出来，提升可动范围，接地性相当的优秀。SMP 因为是纯塑胶组装模型，因此在关节重量配置上的限制比较小，所以可动范围的表现都相当不错。同时也能够配合本款戴摩斯是以拳脚功夫为主，所能展现的动作也就相当丰富。附属了2把双龙剑，剑刃是预先涂装，银色的颇为漂亮。这2把剑的剑柄是收纳在胸口的，一般版在拆下胸板之后会有留下2个接点。战斗回合套组则是有附属的替换胸板，可以填补进去。有附属一个替换下半脸，因为戴摩斯虽然没有自我意识，可是它会有表情哦。战斗回合套组有附属在一般版没有附属的其他武装。首先，初期会放出龙卷冰风暴的双重暴风替换剑，还有后期使用的火焰暴风替换剑。收纳在小腿装甲里的5连射手飞镖有附属2块，不过都是合并起来的，无法分离。从腰带变形的山龙棍刀刃有做预先的涂装哦，不过腰肌在武装取出之后的状态并没有附属替换剑来表示。三龙棍除了长棍的状态，也有附属2个锁链连接替换剑，能够重现3节棍的样式。不过戴摩斯还有许多武装，本款并没有附属哦，算是有点可惜啦。最后，战斗回合套组又附属了1台小飞机，是主角方的支援战机，有部分预先涂装以及使用贴纸补色，底部也有通用的支架连接口可以做互动哦。古早的武斗派超级机器人作品，那么的古早，当然又是因为超级机器人大战系列而认识啦。但比起他的战力表现，我对配音喊招式的印象会比较深刻啦。毕竟神谷明老师是当年许多超级机器人主角的配音，可见声优对作品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大。本款的把玩性相当的充分，本体的变形机构与可动范围表现都相当的出色。虽然要购入战斗回合套组才会有更多的武装可以互动啦，因此若有想购入，还是推荐战斗回合套组哦，不然会有点空虚。但本款也终究是款组装模型啦，对于把玩的耐受度还是会比较有限，这一点还是要多加注意哦。总之，虽然长兵3部曲多半还是2台超电磁机器人比较出名啦，但豆浆戴摩斯也是相当有自己特色的作品哦。懒得回追超合金魂的2个版本的话，本款的高完成度是可以考虑的。就这样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